花了4万多积分换了个商务座，但是车站没有商务座候车室，车上也没有蹭到盒饭。我现在太难过了。小小瓦罐到处瞎转。这会儿是早上的9点钟，坐标芜湖站站前广场。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景德镇北站。此刻离发车还有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，本来是打算坐单轨来的，但是出发之前发生了一系列小插曲，所以就叫了个顺风车过来，导致现在到达车站的时间过于早了点儿。你好，咱们这里有商务座候车室吗？行。芜湖站这么大的车站，我感觉还是可以腾出来一块地方设置一个商务座候车室的。既然没有的话，那就去开封菜坐会儿吧，顺便吃个早饭。大哥，有任何问题打上这电话哦。好，谢谢啊。由于剩的积分不够了，所以商务座就只买到了祁门南。这一程我们乘坐的是南京南到祁门南的乘3687，用时是1个小时44分钟。2等座的票价是125，一等200，商务座是410。乘3687今天是一列上海局的金凤凰。下车时请注意安全。谢谢。芜湖到黄山没有智能动车，所以就只能买一趟普通复兴号。那商务座的体验自然是有所折扣的。10点57分，我们正点从芜湖站发车。有矿泉水、东方树叶、雪碧、果汁和热茶，你看想喝点什么？你要矿泉水吧？好的。那这边小零食。芜湖到宣城这一段，我们走的是河杭高铁。离开宣城站的时间刚好是11点半，如果是跨局车的话，这个点差不多该提供盒饭了。但是咱们坐的乘3687，全程都是在上局管内，所以没有盒饭。即便如此，商务座还是挺舒服的，无人打扰的车厢内，窗前闲坐，松弛感渐起，此时情绪此时天，无事小神仙。宣城到绩溪这一段，我们走的是宣绩高铁。也正是因为宣绩高铁的开通，我们所坐的这趟车，也就是南京前往黄山方向的动车组，不需要再绕道杭州了。所以说宣绩这条通道还是挺重要的，而且设计时速还是350。12点04分，我们通过了绩溪站。虽然绩溪站是一座县城高铁站，但是却有着宣绩、杭黄、合福3条线路，不少地级市看到都流泪。12点18分，我们正点来到黄山北站。7台17线的战场规模，没有高架候车室，感觉还是有些遗憾的。黄山北站终于是上来了一位乘客。离开黄山北站后，我们驶上的是即将1周年的昌景黄高铁。咱们刚好昨天又去了一趟南昌东站，看了看1年过去了，南昌东站有没有什么变化。视频预计这个月27号会更新，也就是南昌东站运营1周年之日。12点41分，我们正点来到终点站祁门南站，也是上局的局界站。此刻距离我们的下一程还有1个半小时左右，商务座也没吃上盒饭，又正值饭点儿，索性祁门南站还能点上外卖对付一口。好，谢谢啊。一个汉堡，一个粗薯，这2个应该是吃根儿，然后1杯可乐。补给完成之后，我们现在也该进站乘车前往景德镇了。刚想说小车站坐车方便的，1-2分钟的时间就进站了，结果正巧遇到一个已经停检还有3分钟发车，但是不顾工作人员劝阻非要去赶车的乘客。这不，工作人员已经去追了，已经发车了，果然没赶上。祁门南到景德镇北这一段，我们乘坐的是北京南到景德镇北的高2553。祁门南站感觉是卡在了一个山谷中间，站台2端尽头都是隧道。2点21分，高2553正点从祁门南站发车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您乘坐本次列车。列车运行前方到站是景德镇北站。这一段的行程很短，只有27分钟，但是中间还是跨越了一座车站——浮梁东，就是《琵琶行》中前越浮梁买茶去的浮梁，也是南局的局界站。
2点48分，我们正点来到目的地景德镇北。那到这儿的话，本期视频也就结束了。承蒙关照，我们下期见。